你是不是一听到水果2个字，心里就咯噔一下，本能的想摇头，总觉得那甜滋滋的味道一进肚，血糖就得坐过山车？如果这就是你的真实想法，那你今天一定要耐心听我把话说完，真相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营养学的研究早就明确指出，只要挑对了品种，摸准了时机，再控制好分量，水果不仅不是让你血糖失控的敌人，它甚至是你平稳控糖这条路上不可多得的盟友。有人形容这种感觉，吃对了水果，简直就像给身体请了一位全天候的天然降糖帮手。今天我们就来彻底揭晓那份最新的降糖水果实力榜单，从第15名一路倒数到冠军，你绝对猜不到，平时被大家捧在手心里的芭乐，也就是番16，在这份硬核榜单里竟然只能排在末尾。而那个稳坐第一的王者，它不仅能让血糖乖乖听话，竟然还有一手护肝的绝活。现在咱们就一起从后往前数，把这些不让血糖坐过山车的水果明星挨个认清楚。先看第15名，它就是大名鼎鼎的芭乐，也叫番16。芭乐在健康圈的名声一直很响亮，大家甚至给了它一个水果界王后的美名。它里面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 C 含量非常可观，热量却很克制，每吃100克，芭乐大概只有40大卡的热量，糖分大约控制在7克左右。这在营养学上属于典型的低升糖指数水果。它里头的膳食纤维就像一把小刷子，能拖慢肠道吸收葡萄糖的速度。这样一来，饭后血糖冲上去的势头自然就平缓了不少。很多血糖不稳的朋友喜欢拿芭乐当解馋的零食，一来它甜度不高，不会让血糖像脱缰的野马一样暴冲；二来它饱腹感相当扎实，你吭哧吭哧啃下半颗，肚子就差不多被填满了，很自然就能管住嘴巴，少吃几口主食。不仅如此，芭乐里的维生素 C 含量简直是碾压级别的。一颗中等大小的芭乐，它蕴含的维 C 轻轻松松就能超过2-3个橘子的总和，这对保护血管弹性、促进小伤口的愈合都特别有好处。既然优点这么多，为什么实力这么硬的芭乐今天只排在倒数第一呢？你先别误会，真不是芭乐不好，那是因为后面这14位选手在稳压血糖这件事上的表现实在太出色了。芭乐虽然含糖不高，但个头不小，果肉厚实，你吃的时候要是没注意控制量，一整颗轻轻松松下肚，积少成多，摄入的果糖总量也就跟着上去了。简单来说，拿它当个替代高糖点心的健康零嘴，它绝对合格。但跟榜单前面那些有独家绝活的高手同台竞技，它的综合得分就稍显逊色了。不过你也别灰心，只要你懂得浅尝辄止，芭乐照样是你平稳控糖的好帮手。接着看第14名，它就是最常见不过的苹果。老话说每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这句话搁在咱们身上照样是金玉良言。苹果的升糖指数算下来大约只有36，标准的中低档选手。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含糖量大概在15克上下，你可别光盯着糖看，它同时给你配了一份可溶性膳食纤维，那就是果胶。果胶进了肠道，一吸水就开始膨胀，慢慢形成一层凝胶，这层胶能死死拖住糖分释放的速度。说的通俗点，你吃完苹果后，血糖就像坐上了一辆加装了减震弹簧的车，走得特别慢，特别稳，不会出现那种让人心慌的断崖式尖峰。而且苹果里还藏着不少好东西，像是胡皮素这类多酚类的抗氧化高手。很多研究发现，这些活性物质能帮着身体提升对胰岛素的敏感度，减少那种任凭胰岛素喊破喉咙细胞也不开门的尴尬局面。长期把苹果放在日常食谱里的人，碰上第2型糖尿病的风险也相对更低。苹果的好处可不只是控糖，它还能给你补钾补维 C， 顺带照顾一下心血管。对于咱们糖友来说，苹果算得上一种安全系数极高、营养又全面的水果。只要你别贪嘴，一次啃下2-3个，每天拿一个中等个头的当加餐，对全天血糖的掌控绝对是有大好处的。现在轮到第13名，它就是清甜多汁的梨子。梨子的含糖量大概在 10% 左右，算是中低糖分的代表，每100克梨子的碳水化合物也就10克出头。它的升糖指数也不高，大概在37到40之间晃荡，跟苹果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梨子为什么对咱们这么友好呢？首要的一点是它水分足，一口咬下去汁水四溢，解渴又解馋。很多血糖不稳的朋友总感觉口干舌燥，这时候来一片冰凉的梨子，既能补水，又能压住心里那股想吃甜食的冲动，这可比你冒着风险去喝饮料健康太多了。另外，梨子的膳食纤维也是个宝，尤其是藏在果皮里的那一部分，你要是能连皮一起吃，一定要记得把皮洗干净，这些粗纤维就能像拦水坝一样减缓糖分的释放，不让血糖做火箭。
在咱们传统的养生观念里，梨子一直有润肺生津的本事，刚好能缓解那种身体里好像总缺水的不适感。现代科学则证实，梨子里饱含的多酚物质是抗氧化的坚冰，还能帮身体减轻那些看不见的慢性发炎。要知道，慢性炎症往往是各种并发症背后推波助澜的黑手，常吃点梨子就等于是悄悄拆掉了这颗定时炸弹的引信。总而言之一句话，梨子甜味温和，水分饱满进肚后，对血糖的打扰非常轻微，当个日常解馋的水果再合适不过了。第12名是酸甜可口的奇异果，也有人叫它猕猴桃奇异果，凭着满身的膳食纤维和维 C， 早早就坐稳了维 C 之王的位置。在咱们降糖水果的队列里，它也是有头有脸的角色。一颗中等大小的奇异果，去掉毛茸茸的外皮，大概从70克含碳水8-9克的样子，里面有2克以上都是实打实的膳食纤维，它的升糖指数在50左右徘徊，虽说算不上极低，但也牢牢守在中低档的阵营里。奇异果对血糖的妙处在哪里呢？首先当然是纤维和果胶的组合拳，能拖住肠道吸糖的后腿。更妙的是，它身体里自备了一种独特的秘密武器，一种叫猕猴桃蛋白酶的酵素。这种酵素分解蛋白质的功夫一流，能帮你把胃里的食物加速消化干净。你饭后吃一个奇异果，胃排空和营养吸收的节奏都会跟着变快，血糖就不至于在高位赖着不走。还有一些研究点明，奇异果里的维 C、维 E 还有叶酸和钾，对整顿代谢健康非常有益。有趣的是，很多人早就知道拿奇异果来腌肉，能把硬邦邦的肉弄得软嫩可口，这正好说明它的酵素活性有多猛。对你来说，饭后适量吃一点，既能解掉油腻的荤腥，又能借酵素和纤维的光，把血糖按得服服帖帖。不过我得提醒一句，奇异果的甜度毕竟摆在那里，你可别一口气吃上3-4个，一次1-2颗就足够了，这样才不会摄入过量的果糖。接下来是第11名蓝莓。蓝莓这种小浆果，个头虽然小得不起眼，却是抗氧化领域里当之无愧的超级巨星。它对稳定血糖同样能帮上大忙。称100克新鲜蓝莓碳水大概14克，真正甜到舌头根的糖分大约10克，同时给你配了接近 2.5 克的纤维。蓝莓的升糖指数大约53，比草莓、黑莓高了那么一丁点，但依旧属于中等偏低的安全范畴。蓝莓真正能打的秘密藏在那一身迷人的蓝紫色外衣里，那就是花青素。花青素不仅给蓝莓染了色，更是一种力道极强的抗氧化剂。多项研究显示，花青素能直接下场改善胰岛素的工作效率，让细胞吃糖的速度快起来。10年前就有一项研究盯上了一群比较胖且存在胰岛素阻抗的人，让他们每天坚持吃蓝莓，比如把冷冻蓝莓打成冰沙喝下去，扛了6个星期后，一对比，这群人的胰岛素敏感度比起没吃蓝莓的那一批有了明显的提高。这就是说，蓝莓能帮着你把身体里偷懒的胰岛素重新喊起来干活。另外，蓝莓护眼护心的本事你肯定也没少听，简直就是颗全方位的营养小炸弹。你平时完全可以抓一小把蓝莓当零嘴生吃，或者倒进无糖酸奶里拌着吃，在你一口口享受酸甜滋味的同时，不知不觉就给身体塞进了大把对血糖友好的植物营养素。第10名，轮到了小巧玲珑的杏子。一颗黄澄澄的杏子还不到50克，但营养密度却高得惊人。杏子的含糖量是真不高，捏100克来算，糖类大概只有9克上下，它的升糖指数更是低到只有30左右，这是稳稳当当的低档区间。一颗杏子没几口就吃完了，就算你一口气连吃2-3颗，进肚的糖分加起来也没多少，这就叫少食多餐的理想之选。杏子里的膳食纤维也没掉队，默默帮你拽着糖分的吸收速度。而杏子身上最亮眼的标签是它那种超级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A， 吃杏子就像给眼睛做了一次营养按摩，免疫力也能跟着加分。对于咱们来说，这种护眼的营养来得太及时了，能提前帮着预防那些因血糖波动引发的眼部麻烦。所以杏子不但不给血糖添乱，还顺手给你派了一支护眼的小分队。也有研究指出，杏子身上自带的多酚具备消炎的本事，能帮着扑灭身体里那些慢性的火苗。你只要记住一点，天然风干的杏干虽然好吃，但加工时大多加了糖，糖分全被浓缩在那一小片里了。抓一小把杏干的含糖量可比吃好几颗新鲜杏子高得多，所以想吃杏子就奔着新鲜的买，尝的是原汁原味，还不用担心糖分超标。第9名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柳橙。橙子尝起来甜丝丝的，很多朋友心里直打鼓，觉得它跟降糖沾不上边，可事实却能让你重新认识它。柳橙里的甜味主要来自天然的果糖和葡萄糖，捏100克果肉，含糖量大约在8-9克，属于中等水平。
但它的升糖指数硬是控制在了42左右，这就意味着你只要不把橙子当饭吃，它并不会推着血糖发疯一样往上飙。更厉害的是，柳橙简直是维生素 C 和橙皮苷这类类黄酮的天然仓库。维 C 能拔高你的免疫力，顺带帮你扫掉体内因高血糖多出来的氧化垃圾类黄酮，则是维护血管弹性的得力干。将有大规模的研究发现，那些习惯每天吃3到4颗中等大小柑橘类水果的人，患上糖尿病的风险能往下降5到7个百分点。更绝的是，出现非酒精性脂肪肝的几率也差不多被拦腰砍了一半。你听听，橙子不仅帮着稳血糖，还能护着肝脏，吃一样补两样。当然，我得啰嗦一句，一天一个中等大小的柳橙就很完美了。你要是总觉得纯果肉太甜，心里不踏实，大可以连着橘瓣上那层白色的橘络一块吃。我跟你说，那层淡而无味的橘络其实藏了不少膳食纤维和类黄酮，是控糖的好材料。把柳橙吃好了，甜而不猛，营养又密集，是你能安心放进果盘的乖水果。第8名，我们来聊聊酸酸甜甜的李子。李子的含糖量适中，每100克也就在10克左右，升糖指数依品种不同，大概在24到53之间晃。虽然平均分不算历史最低，但李子身上藏了一手绝活，它肚子里有一些叫糖醇类的物质，甜味够，却不像蔗糖那样掀起血糖的滔天巨浪，加上李子的纤维含量也够厚实，这糖分释放的速度就被人为地调慢了。特别值得拿来说一说的是，李子一直被看作养肝的好果子，它含有的一些植化素，比如黄酮类物质，被研究证实能实打实地保护肝脏，减少脂肪在肝细胞里赖着不走的状况。血糖问题经常拖着脂肪肝一起冒头，你经常吃点李子，就等于是提前给肝脏修了一道防火墙。李子肉里的花青素和酚类化合物也能抗氧化、压炎症，帮着舒缓因高血糖带来的血管压力。你饭后洗上2、3颗酸甜适中的李子解解腻，既把口腹之欲哄开心了，又不用担心血糖翻脸，还顺带给肝脏做了个轻保养，这一口下去可是一举3得。不过李子性子偏酸，你的胃要是平时就爱犯酸水，可别空着肚子猛吃。一般人每次吃个2、3颗中等大小的量就刚刚好，有益无害。第7名是颜色诱人的樱桃。樱桃的甜是出了名的，可它的升糖指数只有可怜巴巴的22，几乎躺在了所有水果的谷底。它为什么升糖这么慢呢？因为樱桃里的葡萄糖和果糖天生含量就不高，100克樱桃的糖分不过区8克，而且樱桃的果肉里充满了纤维和果胶，把糖分裹得严严实实，释放过程被拉得又慢又长。更关键的是，樱桃那一身漂亮的红紫色，全靠满肚子的花青素和花色苷撑着。有研究直接点名，樱桃里的花青素能轻轻推一把胰岛细胞，让它们更乐意分泌胰岛素，同时还能提一提肌肉细胞对葡萄糖的吸纳效率。大白话讲，吃樱桃就像给身体里忙活的胰岛素递了一杯提神饮料，让它推糖进细胞的速度变快。除了拽住血糖，樱桃还是抗炎和助眠的好手。很多血糖不稳的人都有点轻微的炎症反应，或者夜里睡不踏实。樱桃里的花青素加上自身带的那一点褪黑激素，刚好能在这方面帮你松口气。樱桃唯一要注意的是含钾量比较足，肾功能已经出问题的朋友得管住嘴。但对大多数糖友来说，每天捏10颗新鲜樱桃，当餐后零嘴哄住了舌头，又稳住了血糖，是件挺划算的事。第6名是软糯香甜的木瓜。你可能会愣一下，木瓜吃起来这么甜，怎么会上降糖榜单呢？别被它的甜味骗了。100克熟透的木瓜糖分大概只有7到8克，热量还不到40大卡，含糖量真不算高。更关键的是，木瓜的肚子里装满了天然的木瓜蛋白酶，这种酵素消化蛋白质的本事可谓立竿见影，能帮着胃快速分解食物。你吃饱饭后来几片木瓜，肠胃蠕动马上就得了助力，食物不堆在胃里磨蹭，消化效率一下就上去了。这对咱们来说意义可不小，消化节奏一加快，餐后血糖的峰值就不会拖出一条长长的尾巴，胰岛素冲上去，干活也踩准了点。而且木瓜的膳食纤维也没闲着，照样在肠道里设卡拦着糖分猛冲。营养层面就更不用说了，木瓜的维生素 A 和维 C 含量双双在线，尤其是以贝塔胡萝卜素形式存在的维 A 护眼，又顾免疫。血糖问题常常拖累免疫力和视力，你多补一点这些营养就是未雨绸缪。木瓜还有热带抗氧化之星的美称，它含的茂茶酚等成分抗氧化抗炎，两手抓，长期吃对心血管养护也默默加分。说到底，你别被木瓜的香甜外表给唬住了，只要把量控制在巴掌大那么一块，大概100到150克，它对血糖的态度其实相当友好。第5名，我们把目光投向深色的果黑莓。
黑莓在很多地方也叫黑草莓，跟蓝莓、覆盆子都是一家亲。它这次能杀进前5，靠的就是手里2把硬刷子，含糖量低到惊人，纤维含量高到吓人。你称100克新鲜黑莓里头的糖分只有区5克，在水果界这基本算是地板价了。而膳食纤维呢，接近5克，真是实打实的高。这么一来，你吃黑莓的时候，血糖几乎可以稳如泰山，那点微量的糖被层层纤维裹成了缓释胶囊，释放速度堪比蜗牛。业界估算它的升糖指数大概只有25，你几乎可以毫无压力的享用。更厉害的是黑莓，那深紫发黑的颜色就是花青素和多酚在向你招手。这些物质是中和体内自由基的行家，能帮着减轻高血糖带来的氧化损伤。在动物实验里，研究人员给小鼠喂黑莓提取物，发现胰岛素抵抗的状况有了实打实的改善。怪不得有人直接把黑莓叫做糖友们的最佳拍档。你要是嫌鲜黑莓不好买，买冷冻的也行，化冻后直接吃，或者撒进燕麦片里，搅拌一下，健康又美味。黑莓唯一的缺点可能是价格不太亲民，产量也比不上苹果、香蕉那么大。不过在今天这份靠硬实力说话的榜单上，黑莓绝对是个响当当的狠角色。第4名是在减肥圈里名声响亮的葡萄柚，很多注重身材的朋友爱它，爱得不行。其实咱们也该把它放进自己的食谱里。葡萄柚的升糖指数只有25，这几乎是所有水果里最低的那一波了。100克果肉含糖量大约7克，你就算剥开吃下半颗中等大小葡萄柚，摄入的糖分也就在10克左右。这点甜头对血糖的扰动简直就像羽毛掉进湖面，只有一点涟漪。更有意思的是，葡萄柚里藏着许多类黄酮，像是柚皮素和柚苷这些活性物质。动物实验已经发现，柚皮素是个潜在的护肝能手，能减轻高脂肪饮食带来的肝脂肪堆积。柚苷则被证实可以帮着踹开胰岛素抵抗这块绊脚石，让细胞大口大口吃掉血液里的葡萄糖。换句话说，葡萄柚不仅自己不添乱，长期吃下去还可能帮你把身体自身的控糖能力往上提一截。早在上世纪80年代，国外就刮起过一阵葡萄柚减肥法的风潮，餐餐都配葡萄柚，指望着能刮油减重。如今回头看，它还真是减肥控糖2把抓的标兵。另外，它给你补的维 C 钾和可溶性纤维也对心血管有好处。不过这里必须敲黑板，郑重提醒一句，葡萄柚里的成分会干预肝脏对某些药物的代谢。你要是正在长期服用降压药或者降脂药，先别急着吃，一定要去问问医生，避开药物交互的风险。只要避开这个坑，葡萄柚在降糖水果界的地位绝对是靠实力打出来的，前5名必须有它一把椅子。第3名是白桃，很多人对桃子有偏见，觉得它软糯香甜，肯定是个糖分炸弹。这个冤枉债今天得给它平反了。尤其是白桃这个品种，含糖量远没有你想的那么夸张。数据摆在这里，100克桃子的碳水大约10克，其中真正的糖分只有8克左右。你拿一个中等大小150克左右的白桃啃完，下肚的糖分大概12克，跟一小片全麦吐司的碳水负担差不多。它的升糖指数大概在42，属于标准的低升糖指数水果。白桃的友善首先体现在它那身可溶性纤维给血糖做缓冲，其次桃子还是个营养小水库，装满了维生素 C 钾和胡萝卜素。特别要提到的是，果肉里含有的绿原酸、儿茶素等多酚类物质，这些活性成分能直接插手葡萄糖的代谢环节，让糖分别在血液里闲逛太久。很多地方的营养专家都点名推荐白桃，说它是糖尿病友善水果的代表，味道甜而不腻，咬一口满嘴清甜，那种满足感对你来说绝对不是罪过，而是可以安心享受的奖赏。你想想看，炎炎夏日从冰箱里拿出冰凉的白桃，咬下去桃香四溢，甜美的桃汁在嘴里爆开，那种幸福感只要控制好量，一次只吃半颗到1颗，你完全不必怀有负罪感，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就好。白桃能打败这么多对手，做到季军的位子，凭的就是这份甜与稳的微妙平衡。现在离冠军宝座就差2步了。第2名是草莓，草莓顶着那张诱人的脸蛋，向来是低糖高营养的模范。100克草莓的糖分只有5克，这点甜度也就是同等重量香蕉的1/3，难怪吃草莓的时候总觉得酸酸甜甜恰到好处，从来不会甜得发齁。它的升糖指数大概是40，稳稳当当的低档纤维和维 C 还一应俱全。你吃草莓时，糖分进血液的速度被刻意压慢了，血糖没法兴风作浪。更让人拍案叫绝的是，草莓肚子里满满的花青素和多酚，研究发现草莓花青素能直接在肠道里拖住葡萄糖的吸收步伐，同时又去敦促胰岛细胞多分泌一点胰岛素。你听听，这简直是从2头把门一堵，前门让糖进得慢，后门给糖分派清理工。
草莓就像是你身边那个特靠谱的帮手，不用你吩咐它，自己就默默上手帮你把血糖理顺了。除此以外，草莓还慷慨地给你叶酸酶和钾，在控糖的同时顺带滋养全身。有人担心草莓酸会刺激胃，其实这种适度的果酸反而能帮你开胃助消化，而且草莓性子偏凉，刚好给那种体内经常燥热的人带去一丝清凉。又到了草莓的旺季，你不妨每天抓上几颗，既能解心里的馋，又能平血里的糖。这亚军的奖杯他端得理直气壮，终于到了揭晓冠军的时刻了。第一名你绝对想不到，是清甜多汁的火龙果。很多人可能觉得意外，火龙果吃起来那么甜，怎么就成了降糖之王了呢？我跟你说，它这个第一名还真是实至名归，半点水分都没有。有人甚至开玩笑说它的降糖力道简直能拿去跟药物比划比划。咱们拿数据说话，火龙果100克里大约有9克糖，猛一看好像比草莓高了一点点，但它的升糖指数在研究记录里也就在48左右，没出重档圈，加上它那极其丰富的膳食纤维和一些叫做寡糖的东西，一进肚就把血糖调理得温温顺顺。重头戏在于，科学家在火龙果身上发现了一种特殊成分，学名叫做脱氧介质醇，也有人叫它去氧麦角甾醇。各项研究指认，这种物质就是火龙果拿来降糖的独门暗器。它不仅能帮着稳定血糖，竟然还能下场改善肝脏的功能。换句话说，你吃火龙果等于是一边降糖一边护肝，双管齐下。在动物实验里，那些被喂肥的小白鼠在摄入火龙果提取物后，体重管住了，肝脏脂肪少了，连带着胰岛素抵抗也消下去了。在人体研究里，2017年一项发布在权威期刊上的论文明明白白写着，经常吃火龙果可以显著改善那些血糖已经蠢蠢欲动人群的空腹血糖水平，吃得越勤快，血糖控制效果就越明显。这些实打实的科学数据撑起了火龙果降糖一哥的金字招牌。除了控糖和护肝，火龙果补镁补钾稳定血压也是一把好手，抗氧化的花青素和维 E 一样不落。更棒的是它热量低水分足，你吃完一颗肚子就差不多被填满了，根本不会想再去碰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对于咱们来说，火龙果几乎挑不出什么大毛病，一个星期吃上2-3次，每次半颗到1颗量刚刚好。火龙果能在一众高手里面杀出重围，拿下第一，这降糖护肝水果之王的名号，它担得起。听我念完这15种降糖水果，你是不是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其实这世界上并没有哪一种水果是真正的降糖神药，吃下去立刻就把血糖消平了。但这些水果之所以能上榜，就是因为它们要么含糖天生就低，要么纤维厚实得像堵墙，要么身体里藏着能改善代谢的特殊营养素。你吃了它们，血糖不会坐上过山车，长期拿它们替代那些高糖高热量的加工零食，你的代谢健康自然会一天天往上走。血糖偏高或者正在严格控糖的朋友，真的不用再提水果色变，一脚把所有的水果都踢出菜单。诀窍只有3句话：挑对品种，掐好时间，守住分量。大多数专家都给出了一个很明确的建议，一天的水果总量控制在200克左右就好，把它拆成2到3次，塞在2顿饭中间当加餐吃，那是最理想的。这样你就能毫无负担地把维生素、矿物质和宝贵的膳食纤维全收进囊中，又不会让果糖一次性冲进血液里捣乱。你想想看，当别人还皱着眉头对着果盘纠结能不能碰的时候，你已经可以潇洒地伸手从上面挑出最聪明的那几样，把健康和美味一把抓在手里了。水果本来就是大自然赏给我们的一口甜头，你只要掌握了科学的吃法，这份甜蜜的礼物你完全有资格心安理得地收下。希望你从今天起不再谈果色变，在控糖这条路上照样能品出那份属于你的幸福滋味。